为什么很多人用布林通道，但是真正能用好的高手却不多？在所有指标里，布林通道是我认为最全面的技术指标。如果只能使用一个指标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，因为它除了可以判断趋势和支撑压力，还可以判断当下到底是震荡行情还是趋势行情。这一点老手都知道有多重要。除此之外，布林通道也特别适合多周期判断，大幅提升胜率。这个视频我将详细的讲解布林通道的核心秘籍和多种交易策略。听完之后，你将彻底解决对于布林通道的所有疑惑。如果你第一次了解布林通道，也不用担心，打开目录，不管是老手还是新手，都可以在目录里找到需要的内容。如果看完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观看我的其他实战教学内容和免费使用我的独家 TradingView 指标。布林通道的多周期运用专家级。多周期是最重要的布林通道秘籍，不管是想提高胜率还是看长做短，把握大的获利空间，从而达到最佳损益比，多周期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固的布林通道基础，同时要能理解时间周期的变化。我的多周期策略使用的是周线、日线和1小时3个周期。周线用来判断大的方向或大的支撑阻力位，日线用来确定小的支撑阻力位和止盈止损，1小时用来判断买卖点位。以台积电为例，不管在什么位置，先以周线判断盈亏比，确定哪里大的位置比较适合。例如在下轨附近，首先要注意是否超跌，如果在下轨刚刚开口开始下跌，此时没有超跌，要么在刚开始下轨开口追趋势的机会，此时下轨距离中轨较近，不要逆趋势而行。当跌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下轨距离中轨较远了，就可以注意到反弹机会。此时支撑位在下轨附近，阻力位在中轨附近，此时如果做多，需要注意距离周线中轨的阻力空间和距离下轨的支撑空间哪个大，从而计算大周期的盈亏比，尤其是周线布林通道往下的时候。例如这里距离支撑位较近，距离阻力位较远，盈亏比高，但如果到了这里距离阻力位近，支撑位远，盈亏比低，除非是确认能突破，否则一定要算好盈亏比。如果站在中轨之上，盈亏比则是计算中轨支撑和上轨阻力的距离。所有的交易一定要确保大周期盈亏比合适。确认了盈亏比合适后，打开日线，用日线判断是否有合适的交易机会，同时根据日线设定停损。在日线级别，透过中轨来判断支撑阻力。对于牛市行情，中轨往上，注意中轨附近的支撑，上轨为阻力，在这里可以获得极佳的日线盈亏比。当价格跌到中轨附近后，打开1小时 K 线，寻找最佳的入场点。日线跌到中轨附近，1小时往往跌到下轨附近，所以1小时最佳的机会就是突破1小时中轨，代表强度变强，且如果强度够了，1小时继续上涨，会让中轨往上，回到日线的趋势。如果强度足够入场，一定要在日线 K 线的最低价设定停损，因为如果趋势强度够且大周期有空间，中轨的支撑强度因为较强，表现出来就是跌到中轨立刻反弹，时间周期在3天内，且目标为上轨，所以一定要严格设定停损。此时在中轨附近盈亏比高，对于下跌也是一样的原理，这里就不展开讲了。布林通道缩口震荡策略进阶。很多人只会做趋势，不会做震荡，其实震荡也是很好的机会，而且布林通道可以很好的分辨震荡还是趋势。当布林通道上下轨走平，距离较近就是窄幅震荡，距离较远就是宽幅震荡。对股市来说，大多数是慢牛单边，主要做中轨到上轨，但是对于加密货币和期货以及外汇，震荡的机会很多。以 BTC 为例，可以看到上轨和下轨都在走平，距离较近，此处为窄幅震荡。在震荡期间，下轨是支撑，上轨是阻力。很多人做不了震荡，是忽略了以下2点。第一，要注意震荡的时间周期很长，不像前面的趋势过程中，回踩支撑会很快，震荡的时间周期会较长，所以要耐心等待。第二，震荡期间行情不会走得特点标准，也就是可能出现这样跌穿下轨一点的，或者像这里还没涨到上轨就回调，所以在震荡期间要特别注意小周期，因为此时最重要的是要判断小周期是否反转，所以1小时很重要，可能跌穿了下轨。
但是1小时反转就要注意反弹机会，或是没涨到上轨就1小时转跌也要注意。同时在震荡周期，停损距离要设定的更大，在支撑位偏下或阻力位偏上，止盈的话用小周期强度不够来判断即可。小周期强度不够有2种表现，一种是时间周期拉长无法突破，例如1小时涨到上轨附近无法继续往上突破，开始震荡。第二种是强度不够，例如跌穿1小时中轨无法收回，所以时间和空间都要注意。3. 布林通道和 RSI 共振进阶。RSI 共振可以帮助判断在震荡或趋势中支撑是否有效，或者是否达到超跌水平，这一点很重要。RSI 用来判断情绪变化，布林通道本身可以确认。以英伟达为例，可以看到这2个位置回踩到中轨附近，但没有完全回踩中轨。打开下跌当天的1小时线，可以看到，当布林通道跌穿下轨，且 RSI 子线大幅远离黄线，注意超跌机会。此时一旦布林通道站立上下轨极为稳定，除了小周期，在大多数周期都可以使用布林通道和 RSI 共振。注意 RSI 子线在下远离黄线，同时布林通道到支撑附近的超跌机会，或 RSI 子线在上远离黄线，同时布林通道到阻力附近的超涨机会。同时注意，如果逆着 RSI 做，要谨慎，避免突破失败。4. 双重布林通道策略进阶。双重布林通道的核心也是多周期共振，透过2个大小周期不同的布林通道找到机会。而且因为双重布林通道本来就等于2个不同的周期结合，可以在一个周期就判断所有机会。先说说参数修改。开启第一个布林通道指标，把预设的长度由20修改为50，然后把标准差修改为2月2日，在样式里把线条颜色调整为黄色。这个布林通道的参数较大，可以过卢假突破抓住大周期，覆盖了 95% 的数据。开第2个布林通道指标，把长度参数修改为12，标准差修改为 1.8， 把这个线条颜色调整为白色。这就是第2个布林通道设定，这个参数较小，主要用于震荡式扩大交易讯号。判断方式很简单，和布林通道类似，以大周期为主，以黄色基础判断长线的大周期支撑阻力，以白色判断小周期，用白色判断小周期的买卖位置，用黄色来判断大的支撑阻力位。同时注意大周期和小周期的共振支撑或共振阻力。用双重布林通道策略，不用切换时间周期，把黄色布林通道当大周期，看其中轨决定趋势方向，白色为小周期，找准买卖机会即可。5. 布林通道判断趋势基础。判断目前什么趋势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布林通道不光能判断震荡还是趋势，还可以判断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开口和缩口。所谓开口，就是布林通道上下轨同时打开，然后 K 线开始沿住其中一边运行。如果沿住上轨运行，就是上轨开口，代表行情强势；如果沿住下轨运行，就是下轨开口，代表行情较弱。开口一定要注意开口初期，此时是最重要的，要观察强度，看是否足以形成趋势。此时要结合更大的周期判断，因为小周期的开缩口都离不开大周期的趋势，日线和周线以及月线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。缩口则是布林通道的上下轨同时向中轨靠拢，代表行情开始转向震荡阶段。在缩口行情里，要注意行情很可能要开始震荡，此时不要去追单边，时间周期也会拉长。缩口行情尽量避免参与，开口才是趋势形成的更好机会。6. 透过中轨判断趋势和强度基础。布林通道中轨是重要的趋势方向判断，中轨是20日均线，当中轨往上时，趋势往上；往下时，趋势往下。需要注意的是中轨走平。一方面，此时是震荡趋势，还没有明显的转换；一方面，很多行情的启动会先把中轨震平，再大幅拉升。所谓把中轨震平，就是当行情大幅下跌过后，中轨是朝下的，此时要重新突破上涨，往往会在中轨附近来回震荡。一方面透过震荡建构双重底或多重底部方便吸取筹码，一方面透过震荡过后，中轨会由大幅往下开始慢慢转平，此时就容易大幅突破站上中轨。而且经过了震荡吸筹，
接下来就可以更好的拉升，从而重新带动中轨上涨。7. 布林通道详解基础。布林通道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技术分析工具，由约翰·布林格在1980年代开发，用于衡量价格波动性和识别潜在的交易机会。它特别适合股票、外汇、期货等交易市场。布林通道由3条线组成，基于价格的移动平均线和标准差构建，反映价格的波动范围和趋势强度。中轨是20周期的简单移动平均线，代表价格的平均水准。上轨，中轨加上2倍标准差，表示价格的上限波动范围。下轨，中轨减去2倍标准差，表示价格的下限波动范围。公式：中轨等于20周期 SMA， 上轨等于中轨加2乘以20周期标准差，下轨等于中轨2乘以20周期标准差。核心逻辑：布林通道假设价格有 68% 的几率在中轨上下一个标准差内波动， 95% 的几率在上下轨内波动，通道宽度会随市场波动性变化而扩张或收缩。布林通道的构成与解读。通道宽度，宽通道表示市场波动性高，如趋势行情或重大新闻后，价格可能大幅波动。窄通道表示波动性低，如盘整行情，常预示突破即将来临。价格与布林通道的关系：价格靠近或触碰上轨，可能超买，暗示回荡风险；价格靠近或触碰下轨，可能超卖，暗示反弹机会。价格在中轨附近，通常表示趋势不明，可能处于盘整或趋势延续。布林缩口，当通道变窄时，表示市场波动性极低，可能是大行情的前兆，关注后续突破方向。预设参数：周期20，移动平均线的周期常用20天或20小时。标准差倍数2，表示通道覆盖 95% 的价格波动。自定调整，短线交易可尝试12周期2标准差，长线交易如日线或周线可延长至50周期 2.5 标准差。建议初学者使用预设设定20周期2标准差，待熟悉后再根据交易风格调整。8. 风险管理与布林通道的结合必备。现在我们进入进阶部分的风险管理。布林通道再强大也无法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，所以风险控制是每笔交易的生命线。在布林框架下，风险管理不是事后补救，而是入场前的计划。首先，停损设定是核心。无论多周期或震荡策略，止损永远是基于布林轨道，而不是主观感觉。例如，在多周期策略中，周线下轨是硬止损线，但实际设定在下轨下方 1到2的 ATR 位置，这能避免假突破扫损，同时留足空间给趋势发展。计算公式简单，停损价等于下轨 ATR 乘以 1.5。对于震荡策略，停损更宽松，可设在上下轨外 5%， 因为价格在通道内游走时，假穿刺常见。其次，部位是关键。布林讯号强度不同，部位随之调整。高强度讯号如多周期共振加 RSI 超卖可满仓 80%， 低强度如单周期缩口限仓 30%。以凯利公式优化，部位等于胜率乘以平均盈亏比，一胜率平均盈亏比。假设你的布林胜率 60%， 盈亏比1比2，部位约 40%， 这能让你的账户在连亏时活下来，在连赢时飞起来。再者，跟踪止损是布林的守护神。当价格沿著上轨运行时，以中轨作为动态止损，价格回荡触中轨即出场。这在趋势行情中能锁定大部分利润，避免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在双重布林中，黄色中轨管大趋势，白色中轨管小调整，双重保护。最后，整体风险预算，单笔交易不超过总资金 2%， 每月最大回荡限 10%。布林通道帮你找机会，但风险管理决定你是否能长期生存。许多高手不是因为指标准，而是因为他们输得起，赢得多。实践时，用 Excel 记录每笔布林交易的风险指标，复盘时你会发现纪律比灵感更重要。9. 常见错误与避坑指南实用，即使高手也踩坑，布林通道的陷阱不少。避坑是成长捷径。错误1，忽略通道宽度，盲目触轨交易，新手见价格触下轨就买，结果宽通道中继续下探。避坑，
宽度平均20%时只追趋势，窄时等缩口突破。错误2，单周期固执，不用多周期验证，小周期开口追多，大周期却缩口，导致假突破。避坑，至少3周期对齐，周线定方向，日线定点，小时定时。工具 TradingView 多图联动。错误3，停损太紧，被噪音扫出，震荡中轨支撑有效，却因停损在轨上被扫。避坑，用 ATR 动态停损，震荡加宽 1.5 倍，记录过去100笔交易，优化你的停损参数。错误4，情绪主导，逆势加仓 ，RSI 超卖加下轨就梭哈抄底，结果趋势延续。避坑，盈亏比1比 1.5 绝不动，逆势只是仓 10%， 心理，用交易日志问自己，这是信号还是愿望？错误5，参数乱调，讯号泛滥，短线用50周期，长线用12，混乱不堪。避坑，固定风格参数，多头调大标准差 2.5， 熊市 2.0。测试，回测170，选胜率 55% 的设定。避坑不是回避风险，而是聪明冒险。多复盘这些错误，你会发现 90% 的亏损源自于纪律缺失，而非指标失效。结语与行动号召。到这里，我们从布林的基础详解到多周期专家运用，震荡进阶、RSI 共振、双重带策略、趋势判断、中轨强度，再到风险管理、实战案例、避坑指南，布林通道的全貌已尽现眼前。它不是万能钥匙，但绝对是交易箱里的瑞士军刀，全面、灵活、可靠。记住，指标是工具，人是主人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从今天起，打开你的 TradingView， 试试这些策略，不断练习、钻研、提高，结合行情，才能真正的有所收获。如果你是新手，从基础部分重温；老手，挑战多周期加融合，胜率会惊喜你。影片到此结束，但你的交易之旅才开始。如果这期内容点亮了你的交易灯，请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开铃铛通知。别忘了下载我的独家 TradingView 布林指标，免费使用，包含多周期警报和盈亏比计算。欢迎评论你的布林心得或问问题，我会一一回复。也欢迎收看我的其他精彩教学影片。